教员对一个小朋友的影响会很大。当我们从你们怎么这样到神啊我们怎么这样，其实是一个灵修上很大的跨越，用神的话来衡量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他明白他能够在王面前蒙恩做酒证是神的计划。那我们再往下看下去，刚刚提到尼西米看见破口以后，他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祷告，所以5到11节是尼西米著名的流泪祷告。我们再请 Anita 为我们念一下。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酒证的。感谢主，尼西米是一个对神家有认同的人，所以他愿意看见苦难，也愿意在苦难中看见他的责任，所以他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流泪祷告。有时候不单单是我们对神家的情感会让我们流泪祷告，有时候这个情绪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圣灵在为软弱忧伤。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在几年前有一次我听了有人批评一位传道的讲道，那个讲道内容其实我听是非常扎心，是有很多的省思，然后有很多的励志。可是所以当我听到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那我其实只是很疑问，但我就在这件事情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圣灵要我为这件事情祷告，而当我祷告的时候就一直流泪，一直哭泣，然后连那个圣灵祷告的声音都是哭泣的声音，然后心里一直出现说这是他们厌弃神的道理。那我当时就明白说，其实这是圣灵在为我们的软弱来忧伤，为我们的软弱来哭泣。马大讲的这个见证让我也想到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工到外地去协助工作，在本地的时候，这位同工其实是大家都非常肯定，也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好的青年。我跟他感情也很好，但是到那个外地的时候，我在看他跟当地的同龄在相处的时候，我就很惊讶的发觉到他怎么会有另外一面，就是他会偏待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打击，因为那不是说我对他有什么幻灭或者是不高兴，而是我看见了，很像是看见了神一座美好的圣城有了破口。那所以我在回程的路上刚好跟他没有坐同一个交通工具，我整路在飞机上外套盖在头上，一直哭一直哭，无法停止的流眼泪。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的伤心，以我个人来说我是没有理由这么伤心，但是我感觉到内心圣灵的这种忧伤，就是很像耶利米书的9章18节，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还有耶利米书14章17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了大伤。对，所以那时候的感受就是这样，奇怪为什么眼皮一直有水涌出来呢？那真的就是神在灵里面真的非常的伤痛。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那我同时间的感受是，好像撒母耳在为扫罗忧伤，怎么会我们的王这样子得罪神，为神的家有这样的破口而悲伤。我刚刚突然想到小时候我的一个辅导员，我跟他很好，后来很久没有联系。有一次我坐我家人的车的时候，我家人就跟我说，你那个跟你很好的辅导员他已经结婚了。我就很兴奋，但是我也很想，他怎么没有邀请我？后来才发现他不是在教会结婚。然后这种事情在从小如果在教会长大的话，是不会是第一次听说，绝对是常常听，很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我就崩溃，然后就大哭，然后那种声嘶力竭的哭，我亲人在前面觉得我怎么哭得这么的伤心。可是后来我想，如果一个人他在教会当中有执行教员、指导者这样子的工作的话，那他其实对一个小朋友的影响会很大。对，所以我们务必谨慎。那很多的传道都称尼西米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第三个想请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从尼西米祷告的内容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感动或者是可以学习的地方呢？这边那个尼西米的祷告啊，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是他认罪这件事情，而且他认罪的时候他是用我们这个词，他不是你们啊，不是他们啊，是我们，所以他有一种全部人是一体的这样的概念。他为了罪这件事情忧伤，然后自己来向神悔改。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讲道者说，在祷告祈求之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认罪。尼西米也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他先为罪忧伤，先认罪，然后祈求，这样。确实这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尼西米知道他们的苦难是来自离开神，而且他说的是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而他在认罪悔改里面都用的是我们。记得以前我初信的时候也常常会觉得，如果说我们是自己是真教会，那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但是尼西米教导我们的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面对教会的破口，我们不要站在高点来控诉人，也不要置身事外。就像约书亚与迦勒虽然没有犯错，但他们却没有离开众人，陪着众人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有时候我们面对教会我们比较不喜欢的地方，那或者是看到教会啊一些人的破口啊或是软弱，那我们第一个念头可能是会忍不住会想要讲或是批评，那跟别人说，甚至在网络上说。但其实我自己后来学到是要更谨慎，因为第一个神可能会不喜欢，然后我们可能也因为当时不小心的发言或是在网络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留言，然后会产生绊倒人的一个效应。那尼西米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大的示范，就是看见破口，属神的教会工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怎么样从你们怎么都这样，教会怎么都这样到祷告上说我们怎么这样，主啊，我们有错，我们这样不对，我们怎么，就是当我们从你们怎么这样到说神啊，我们怎么这样子，那这样其实是一个灵修上很大的一个跨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下去，从尼西米祷告的内容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感动或者是可以学习的地方呢？那这一段我自己在读的时候特别有感动的是尼西米他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部分。那他引用了申命记的30章2到4节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圣经上也有提到，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的话，那神会听我们的祷告。那在第5节讲到说，就是神向爱神的人还有守神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不是说不爱神的人，不守神诫命的人，神就不爱他。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爱神，去遵守神的诫命。没错，就像2位的分享，尼西米确实是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是大而可畏，但对爱他守诫命的人，他守约施慈爱，所以在他苦难中，他仍然对神的爱有信心，所以他的祈求是抓住了这个神的应许。对，那就尼西米祷告的部分，传道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刚才在5到11节这边的祷告内容，其实我们可以对照申命记的28章和30章，可以看见其实尼西米对他所听见的这个消息的反应，他是从圣经的教导来认知他看见的现实。所以在申命记的28章那里就讲到如果你们离弃神的话，你们会
有什么样的结果，被掳啊，然后遭受仇敌的凌辱啊，然后到30章呢，神也给他们应许，如果你们尽心尽性的归向神，那我就会再把你们招聚回来，让你们能够存活，并且你们能够把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那神会再喜悦你。所以他是能够去用神的话来衡量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他会那么痛苦的哭。除了我们前面有讲到他对这个神的家自己的身份有非常清楚强烈的认同，所以这个地方被凌辱仿佛是他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很重大的冲击与伤痛之外，还包括了他知道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归回去重建圣殿，这些人在这个地方竟然又再一次的受到当地的人的凌辱，那是不是就是并没有汲取教训，仍然继续的得罪神，以致我们又落在被凌辱的处境当中？那人在最终仍然不悔改的这一件事情，让他非常的伤痛。那所以今天我们会能够对看见教会的破口，看见自己的软弱，能够有很深刻的这种忧伤痛悔的心出来，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跟我们到底认不认识神的话有很重要的关系。好，最后一个部分想跟大家分享的是11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尼希米说我是王的九正。其实在祷告中他向神陈明，他明白他能够在王面前蒙恩做九正是神的计划，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会是一个机会，并且借由这个身份来做出改变，成就神的善功。就像腓立比书第2章13节说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主，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对尼希米不再陌生，也能够和我们个人的信仰或教会的服事有连结。那在破口中看见我们的责任，成为被神所激励的尼希米，或者是成为加入尼希米队伍的人。而我们要记得，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用更积极的方式来面对被拆毁的城墙。所以我们看见了破口，我们看见了拆毁城墙，我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一起完成这神的圣工。如果大家对尼希米记还有想要更有系统的学习，那很多的长职传道都有很深入的讲解，连结一样是喜珍会帮我们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完全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呢将近尾声，如果您听了这一集节目特别有感动，想要分享给某一位同龄的话，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如果我们亲爱的听友网友契缘有其他想听的主题或是心得想要分享，也非常欢迎利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甚至是提供给我们更多制作节目的参考哦。每一则留言我们都非常重视，期待能继续和大家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一起团契。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集接着分享一些主内的青年的见证，那这些青年是如何的把父母的神真正变成自己的神，一个信仰翻转进而重建城墙的经历。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